大家好，我是慢工出细活的何 C。我家小姑娘呢特别喜欢吃亚超的红豆包，其实呢也不贵，澳币2刀。但是离我家实在太远了。作为一个爱做美食的妈妈，怎么可以忍自己孩子没有豆包吃呢？所以今天咱们来做红豆包，而且是快速的做出来哦。500克的面粉，50克的开水来烫面。这个配方呢是亚超阿姨告诉我的，因为亚超呢会售卖一些冷冻的红豆包，客人回到家再次加热的时候呢，豆沙包必须跟原来的一样非常柔软，这样客人才回来买。之后呢加入冰水，我这里是夏天，冰水的加入呢可以延缓发酵，这样面团呢也会更加的细腻。搅拌成团，我们呢是不需要揉成光滑，只要成团就好。放置一段时间，我们再来揉面。因为是夏天，所以呢我就放入冰箱。在这个时间段呢，我们来处理内馅。红豆馅呢是市售的，很多人呢都说市售的很甜不健康，所以呢我会用水再稀释一下糖粉。开中火放入红豆沙，再倒入200毫升到300毫升的水。你呢可以分次加入，也可以像我一样一次性的加入。这个过程呢会耗一点时间，大概20分钟。其实也没什么技巧，就是需要耐心搅拌和翻拌。如果你之前买的是油豆沙，也会变得没有那么油腻。现在呢，我们放入一个玻璃盒子里面，放凉之后，我们再戳成一个一个的小圆球。现在我们来拿出我们的面团，随便的揉几下，面团就非常的光滑了。期间呢，还需要再往面团当中倒入15毫升的油，把油揉进面团，这样面团会更加的光滑，成品呢也非常的柔软。这其实就跟做面包是一个道理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分团。揉成一个一个小小的面团，手法呢也很简单，就是往里头窝，要把光滑的面放在外面。最后呢，我们需要醒发一下面团，顺便呢让面团回温一下，先盖上保鲜膜。趁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就把红豆沙戳成一个一个小圆球。由于红豆沙很软，我们需要放冰箱冷冻一下。当然你嫌麻烦呢，可以用勺子挖。我第一次包的时候呢也是这么干的，不过包的时候呢手指呢会无意当中触到了这个红豆沙，面皮呢就会有红豆沙的印记，显得不那么干净。另一种方法呢就是做烧麦的方法，我们擀开面皮之后呢包入一颗红豆球，你用虎口的位置呢一直按压挤压来收口，最后的形状呢像烧麦一样，我们再揪下来这个小面团，再向面板呢摔一下，这样子会更好的封口。这还没有完啊，你还需要双手呢在底部隆高面团，这样包子呢才会长高，不会占用太多的空间。商业的手法呢就是讲究蒸越多的包子卖的越多，挣的也越多。我这一笼呢放的还挺多的。然后呢我们来醒发15到20分钟，手指呢按压一下，表面呢立马回弹，就说明好了。滚水上火蒸15分钟，我的锅子呢是密封性很好的，需要插一个叉子用于跑气。15分钟到了，立马开锅，防止蒸汽滴到包子上面。这个商业配方和手法呢，我做了好几遍，也是十分感谢阿姨的帮助。
这个面团做起来呢，你其实会发现像是做面包一样的步骤。汤面团呢像是汤煮面包，那形成面筋之后再加入油呢，又像是后加入的黄油一样。所以呢，包子就算是冷冻之后再次加热，也是柔软如初。下面呢，给大家说说几个要点。很多人的包子呢，表皮会皱巴巴的，其实这个就是面皮还是面团的时候呢，你没有揉到位，在包入馅料的时候呢，面皮里面的面筋又断掉了，所以呢，肯定后面会皱巴巴塌陷的。关于到底是焖5分钟还是立马开盖，这个就要看你的蒸具是什么了。我呢是不锈钢，密闭性很好。你呢，如果是竹子蒸笼，你可以焖，甚至呢放到里头都没有事，因为它有透气性。所以呢，还是要看你的蒸具是什么。好啦，这个就是我做红豆沙包的所有的心得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，或是这个视频让你会心一笑，请帮我给阿姨点赞，谢谢她的耐心讲解。我是何 C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